以太坊何时要开启上涨？我们到达牛市的顶峰了吗？我们有机会开启一波多头吗？ Solana 和瑞波币的 ETF 有机会通过吗？迷因币该玩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在上一轮牛市以太坊的上涨过程当中呢，其实绝大多数的涨幅都是集中在半年之内，也就是中间这个白色框框。那前面两段的白色框呢，占据了3年半的时间。不过这3年半的时间呢，都是在震荡只有半年的时间我们是在上涨的，也就是4年的周期当中呢，只有半年的时间是在上涨的。那半年大概是6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呢，很显然是还不处于疯狂上涨的阶段的。不过每轮牛市的周期呢，都是不一样的。像2025年和我们2021、2017其实都会走的不太一样。那如果我们这次的牛市呢，有机会我们的上涨呢就有可能往后移。不过我认为以太坊它的涨幅集中在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呢，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我个人呢，其实现在还是持有40%的以太坊现货仓位的，我自己依然可以坚定的持有下来因为我自己在2年多前购买以太坊的时候，我当时就清楚了，虽然以太坊呢，它可以为我们创造比比特币往往更好的收益，不过以太坊的涨幅呢，它都是比较集中的，它会比比特币集中很多那对于比特币来说呢，虽说它总体的上涨幅度没有以太坊来的可观，可是比特币的上涨呢，它是比较均匀的，它是比较平衡的，它并不会把绝大多数的涨幅呢都集中在很短的时间内爆发。而且呢，以太坊它在疯狂的上涨之后呢，它通常就会有很深度的回调那其实综合收益和风险之下呢，比特币不一定会比以太坊差可是我自己是很清楚以太坊的这种上涨的习性，所以我目前呢依然可以很坚定的持有以太坊因为我当时购买以太坊的理由呢，在目前是没有被改变的。那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这轮牛市有没有可能到达顶峰了呢？我们先从目前投入市场上资金它所持有的时间，我们来做观察如果牛市到达很顶峰的位置那市场上所有的资金都会是非常短期才投入的资金。那我们通常呢会以半年作为界限，图表中呢就衡量了半年到7年的资金所占的比例，我们就可以得知这轮牛市是否已经到达顶峰了。你可以发现，当我们在熊市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这些资金呢，它都是在币圈已经被投入很久了，至少是被投入了半年到7年左右那到了牛市越接近顶峰的时候，这些长期的资金呢占比就会减少在2017年的顶峰，这些长期的资金半年到7年的资金呢，当时是降到了只剩 5%。那市场上有 95% 的资金都是半年以内才投入市场的资金。那当市场上短期才投入的资金占比很高的时候，我们牛市的顶峰呢也就达到了。那到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比例在顶峰有所上升大概到 15% 左右，也就是在2021年牛市顶峰的时候，市场上半年以上的资金占比呢只占了大概 15% 左右。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到了2021年资金的占比它就会提高了呢？长期资金的占比就提高了，由于长期持有者增加了，他们投入的资金变多了，所以这个比例呢就会提高了。因为在每一轮牛市里面比特币都会吸引很多的长期持有者进入，那他们非常有机会，即使是到了牛市的最顶部，他们也不会卖出就像 Michael Saylor 一样，他们即使是在低位去持有了比特币了，那他们清楚会有熊市，可是他们一样是没有卖出的，所以这个比例就会增加。那我认为我们在这轮牛市呢，这个比例又会再增加不过我们目前呢，这些长期持有者他们投入的资金占比大约是在40%左右，也就是 40%。那我们离相对的顶部呢，我相信它还有一段距离的即使我们的顶峰的位置呢，它会比例有所提高，那我们现在在 40% 左右的位置呢，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那可见我们目前距离比特币的顶峰呢，
还有一段时间要走，还有一段距离要走。我们还可以观察下一个数据哦。通常到了牛市顶峰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看到一段非常不理性的疯狂上涨哦，也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呢，上涨的幅度很大。那这种上涨呢，通常是由于巨量的散户涌入所导致的上涨哦。我们在2017年有看到，2021年的顶峰呢，我们也有看到哦。不过我们需要一组数据来把它量化起来哦。那此时呢，我们就可以用 short-term holder SOP 啊，也就是短期持有者他卖出比特币的时候得到的利润如何。那如果说啊，牛市在疯狂冲锋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涨的幅度很大哦，那这些短期持有者卖出的筹码呢，就会有很大的收益，而且会有一段时间哦，他们卖出的筹码呢都是有利润的，而且呢，这个利润呢还会不断的增加。像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呢，你可以观察到哦，只要在1以上，就代表短期持有者卖出筹码的时候是有利润的哦。那我们在17年的顶峰的时候，看到有一段上涨哦，就可见哦，在比特币疯狂上涨的时候，短期的持有者呢，依然可以从市场上面去获得利润，而且这个利润呢，还会随着时间疯狂快速的增加。那这种时候呢，就可以表明市场的顶峰哦，已经慢慢达到了。那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呢，也有2段疯狂的上涨啊，在这2段疯狂的上涨过后呢，牛市就结束了。那当时啊，短期持有者呢，在卖出比特币的时候，也是可以产生出利润的，而且是一段时间都可以产生出利润，而且利润呢还在急剧的攀升啊。那我们在这轮牛市里面呢，至少目前呢是还没有看到比特币不理性的加速上涨。那短期持有者的利润呢，也没有维持一段时间都可以取得利润，而且这个利润呢还在疯狂的上涨啊。那可见我们目前比特币的牛市的顶峰呢，就还没有那么快达到。那如果我们出现了上述的状况的话，我们也绝对会提醒各位的。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1000仓位价值的川普币、梅兰妮亚币、Solana 币，你可以开仓。如果你有盈利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利润给提币走啊。那现在你入金$100就送你3000个 Plum， 价值$570，你可以卖掉，然后直接给提币走，所以非常优惠哦。而且这些都是现金。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币安啊，目前 CDD 流入的数据。什么是 CDD 呢？ Coin Destroy Days， 也就是 CDD 啊，在衡量如果有越多长期存放的比特币被移动到币安，那么 CDD 呢就会疯狂的增加啊。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说啊，你有一颗比特币放在你的钱包里面1年，然后你把它提币到币安，那么这个时候呢，币安 inflow 的 CDD 就是1。如果你的钱包里存放了10颗比特币，然后都放了1年，那你把这些比特币放到币安里面，那 CDD 的数值呢就会是10。如果你有1颗比特币，可是你放了10年，那你把它提币到币安里面，那币安的 CDD 呢就会是10哦。那可见呢，如果有越多的比特币被存放了越久，被提币到币安，那么币安 inflow 的 CDD 呢就会提高哦。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图表吧。你可以发现呢，当我们在一段多头行情的起涨点的时候呢，像我们过去25000是不错的起涨点，我们后面有看到一波多头走势，38000是不错的起涨点，后面有一段多头哦。在这种起涨点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哦，币安流入的 CDD 呢都是很小的，非常小哦。那就表示在这些起涨点呢，没有什么很巨额的比特币，没有什么被存放很久巨额的比特币被提入到币安。那你还可以发现呢，我们当时在49000的底部的时候，也有出现一样的状况。因为这些会拿很多比特币，而且存放很久的这些持有者啊，他们在市场当中肯定是比较聪明、比较深思熟虑的持有者哦，不然他不会把比特币持有这么久，他也不会持有大量的比特币。那追踪他们的行为呢，很有可能会对我们产生很多帮助哦。那你可以发现哦，当前流入币安的 CDD 呢也是很小的哦，那可见我们此处呢就有机会形成我们下一段上涨的起涨点。CME 美国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呢，有机会在今年2月就推出瑞波币还有 Solana 的期货合约，这是非常关键的步骤哦。因为
目前呢有通过现货 ETF 的比特币还有以太坊呢，其实在通过现货 ETF 之前呢，都有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ME 通过期货合约。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过往比特币和以太坊的时间轴，我们就可以清楚在现货 ETF 通过之前，美国通常会做好哪些准备。那我们在未来的几个月呢，很有可能会看到 Solana 现货 ETF、瑞波币现货 ETF。那他们前面呢，很有可能呢也会出现比特币和以太坊之前做过的一些准备。像在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之前呢，在2017年的12月CME 的比特币期货就先通过了，然后在21年的10月 CME 的比特币期货 ETF 在美国上市了。那比特币的期货合约 ETF 和现货 ETF 其实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期货合约 ETF 呢，它的底层资产就是这些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期货合约作为底层资产和一颗一颗的比特币现货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们是先有 CME 期货合约通过，然后再有期货合约的 ETF， 最后呢才是现货 ETF 通过。那目前呢有通过 ETF 的2个币种，比特币和以太币呢都有经过这些步骤那虽然时间呢有一些差异，但是比特币和以太坊呢都有完成上述的步骤。那我们未来如果说 Solana 还有瑞波币呢有机会通过现货 ETF 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会走完这些步骤的。那其他的币种呢，这些步骤都还没有完成那我们非常有机会在2025年今年的2月呢，在 CME 的期货合约就会先通过，然后未来呢期货合约的 ETF 也会再通过，那最后呢才会是现货的 ETF就和比特币还有以太坊当时所走过的程序其实是一样的。那目前美国呢也有在做这些程序那就可以表明 Solana 还有瑞波币的 ETF 呢是非常有机会在时间上通过的。我们来观察一下吧。目前呢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是已经推出非常有可能在今年2月呢就有 Solana 还有瑞波币的 ETF。那这些期货合约它们和永续合约是不同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呢，它也是属于传统金融的部分。其实，在币圈永续合约还有你可以制定合约的数量呢，这种合约的形式在传统金融其实是不常见的。在传统金融呢，大多数都是掉期合约、季度合约，或者是有一定的期货的规模的就是一口一口，就是你在买合约的时候，你只能一张一张的买。那一张合约呢，它是有一定的规模的比如说标准合约就是500个 Solana， 其实500个 Solana 的规模呢，目前大概是$10,000那还有微型的25个 Solana， 那你只能以这个合约的基础为倍数去购买你不能购买非常少量比如说你要1个2个 Solana， 那这样就是不行的那由于川普上任之后呢，美国的监管力度就会变弱，所以目前申请 ETF 还有期货产品的数量呢，就在疯狂的增加而且美国把之前的 SEC 主席 Gary Gensler 下任之后呢，监管的环境会变得更友好那我们在年底 Solana 还有瑞波币的 ETF 呢，非常有可能就会通过。目前在 Polymarket 上面 Solana 还有瑞波币 ETF 在年底通过的几率呢，都在70-80% 以上而且 VanEck 这也是一家有比特币现货 ETF 的公司，他们又申请了一个新的 ETF 这个 ETF 它是把很多做加密货币相关产业链的公司呢，都整合成一个 ETF 它叫做链上经济 ETF On-Chain Economic ETF 包括一些跟加密货币相关的，比如说挖矿啦、交易所啦、基础建设啦，然后软体开发啦等等的。那目前呢 Solana 合约 ETF 也已经被提交申请了可见过去比特币在现货 ETF 通过之前呢，所走的这些步骤Solana 还有瑞波币呢，都正在走而且也很有可能就会通过。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新闻吧。Cathie Wood 他是方舟投资的 CEO 那我们都清楚，方舟投资在过去是有申请比特币现货 ETF， 而且也有通过的那方舟投资呢，他们也非常看好加密货币，尤其是他的执行长 Cathie Wood 他有说他并不会购买川普币，而且呢，他的重点依然是比特币、以太坊还有 Solana。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其实这一些迷因币呢，筹码是非常集中的。
大多数的川普币啊，还有梅兰妮亚币啊，都是被40只金鱼所控制哦。那可见市场筹码很集中，盘面呢就很容易被他们所控制。那如果你是散户，你不清楚他们要怎么控制盘面的话，你很有可能就会被割哦。这和很多筹码比较分散的加密货币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你可以观察这些持有巨额川普币还有梅兰妮亚币的这些地址啊，他们就占了总供应量的 94%啊。那其他在1000万美金以下的这些钱包呢，他们所占的比例啊，其实非常低。你看100万到1000万的钱包啊，只占了 2.1%，10万到100万呢，只占了 1.7%。那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持有迷因币可能都不到10万美金啊。那这些代币呢，其实也只占了 2.2%。可见，如果你不是这些巨金，那么你很有可能在市场上面呢，你就是被割的。那这些巨金呢，它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大量的代币呢？非常有可能啊，就是他们的这些代币是在这些代币呢，在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就被持有了。那他们所投入的本金呢，其实很多时候很有可能很低啊。那如果你参与市场，可是你不清楚这些加密货币它其实非常非常的集中，那你很有可能就会被割啊。我们来看一下赵长鹏这一则投票，你可以发现呢，有12万人投票啊，大约有一半玩迷因币的人呢是亏钱的，只有1/3的人是赚钱的。而在比特币上面呢，有一半的人都是赚钱的哦，那亏钱的呢，仅仅占有1/4哦。那可见迷因币要亏钱是比较容易，那比特币要赚钱是比较容易的哦，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啊。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